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好了，各位，是我你们的主播台灣惡男，又來到了測試伺服器的影片了。真有你的全明星！本來想說要出 GTP， 應該會先從 G 或者是 P 開始出吧，結果哇靠，你直接從 D 開始出了，太鬼了吧！最大咖的先出，哇，那這一下是搞得我心非常的癢啊！你還記得你剛開始看 NBA 喜歡的是哪一個球星或球隊嗎？我一開始看 NBA 的時候，我最喜歡的是湖人隊，因為那個時候有 Kobe and Shaq。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是帶有一點英雄主義在看球的，因為就是帥嘛，你知道。但是我後來迷上的第二個球隊就是馬刺隊，因為這支馬刺隊讓我真正認識到籃球是一個團隊運動。這個隊伍是讓我從原本的英雄主義變成團隊籃球，真正開始認識籃球的球隊哦。所以看到現在馬刺王朝即將再次來臨，還是有點開心的。那Tim Duncan這個人呢，我相信應該是不用多做介紹的啦。他從來不跟你噴非常髒的垃圾話，你好像感受不到他在球場上的存在感。他就是用一些樸實無華的腳步動作，默默的做了一些事情。結果比賽一結算，發現他得了20幾分，搶了20幾個籃板，沒有錯，這個人就是這麼猛啊！所以看到全明星這一次出了Tim Duncan，我超級興奮啊！馬上就要來跟各位開箱這一支世一大前鋒。那麼話不多說，我們直接進正題。爽就站起來啦！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你呢，如果你使用的裝置是移動裝置版本的，別忘了在下方幫我熱推一下，讓更多人都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哦。首先來看到立繪的部分，相當的還原。模組這邊呢，感覺是略胖了一點，不過我個人感覺應該是衣服顯胖了，實際上線的時候應該還是會再做修正的啦。那麼現在各位看到的這一幕，就是非常著名的坐在椅子上笑一笑就被吹踢的那個事件哦。這個倒是還原的挺不錯的，一臉黑人問號的樣子，很有趣啊。屬性的部分呢，籃板數值是139，跑動在74，我覺得還算是可以的範圍。蓋帽是134，那這個角色呢是沒有3分的，所以呢不用妄想去用它投3分了，嘿嘿，你是不是有什麼奇怪的想法啊？那跟目前全遊戲籃板最高的球員羅德曼來比呢，只低了4點，跟大夢來做比較的話呢，是只低了1點。各位不要忘了，還有一個男人卡佩拉的籃板也有140點啊，所以呢這個角色他應該是全遊戲籃板第3高的角色了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說明的部分吧。大招呢就是非常常見的抓帽哦，不過這個抓帽稍微有幾個特別的地方，我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。一般來說，這種抓帽技能，它如果沒蓋到，就視同被騙跳，給不了干擾。不過呢，在它的這個威懾封蓋當中呢，就有寫到說，它遠距離會飛身躍起，並且去干擾投籃哦。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在後面練習場的時候也會直接展示給大家看。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是，它的這個威懾封蓋會減少對手投籃的爆發技的命中率哦。他特別強調了，不是減少命中率，而是爆發技的命中率哦。那這個就挺有趣的了。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角色的被動機制，叫做識破防守。當對手持球的時候呢，他會持續累積這個識破值。你看它底下有一條黃條在跑，有沒有？它只要累積超過4秒鐘，就會進入所謂的識破狀態。那你在進入了這個識破狀態了之後呢，你會獲得一些 buff， 就如同各位現在上面看到的這樣。那如果在這4秒內，對手只要傳球或不再持球的話呢，它就會直接清空當前的識破值，所以你在打的時候，你就看到下面這條啊，對手只要一傳球，它就會不斷的刷新。那你說哪個對手會笨笨的持球4秒讓你刷這個識破值啊？你別這麼說，單排的時候還真的就有一堆人在那邊瘋狂炒菜的，他就是專門用來對這種人的。而且他不只是你的對位持球超過4秒鐘，因為我通常是對位對面的中鋒嘛，中鋒怎麼可能持球超過4秒鐘，對吧？所以他是對面任何一個人只要有持球，他都会持續累積這個識破值。所以乍看之下，這個條件好像很難達到，其實很容易就可以達到，而且可以持續給到對面的持球者傳球的壓力。好，這個就是他的被動技能主要的機制了。好，再來我們來看看他的其他技能吧。基本功扣籃就是一個一鍵扣籃的技能，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太特別的。再來他的投籃技能就非常特別了，相信各位認識Tim Duncan的人都知道，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打板，對不对？沒錯，全明星同樣也把打板做進去了。你看，像我在這個角度，它是不能插板的，所以它就是直接空心入袋。那如果是站在這個可以插板的位置，它就會像這樣有一個插板的效果。除了原本控衛中投命中率會大幅增加之外，還有一點最重要的是，它的干擾區會隨插板方向
大幅偏移哦。哇，那这個就非常有趣了哦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你以後想要守 Duncan 的插板，你必須要站在他的側邊去守，而不是站在他的前方去守。那同樣的，他的技能展示呢，我們也會在後面的練習場給各位看。好，再來是他的擋拆技能，掩護角度呢是直接到270度之外，他傳給隊友的3秒內呢，掩護體積會大幅增加，而且接球隊友的移動速度也會大幅增加。哇，那就是約基奇的意思吧。再來就是他的封蓋技能啦，封蓋技能原本預設角度是270度，如果你的被動累積成功，也就是所謂的識破防守狀態發動的話呢，它的蓋帽就變成360度，並且後帽範圍會大幅增加哦。那麼籃板技能同樣的，如果你是在這個識破狀態中，它的增強籃板不會出現籃板受阻哦，並且呢也會獲得以下這些 buff， 然後還附帶一個可以搶到籃板立即傳球的這個效果。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它的徽章夥伴吧。第一個徽章就是給了一個可以疊加式的被動技能了，可以疊到10層誒，哇，那蠻多的誒。其實第一個花式給到的是單手跳投，那在第二個徽章給到的是面對上籃或扣籃的時候呢，蓋帽成功率加 4%， 就是給他更好護框的一個徽章。然後第二個花式是原地的大風車，在第三個徽章，每次蓋帽成功的時候呢，他的蓋帽成功率增加 10% 之外，對面的自然士氣值增加速度會減少 30%， 可以給對面的能量 nerf 的意思哦。不過我覺得好像沒有特別好用，因為對面只要一完成得分呢，它的這個層數就減少了。你要一回合用它連蓋3球，然後疊到最多3層，我是覺得蠻困難的啦。所以看來对他來說最重要的應該就是這個一徽章了。那最後就是給到了一個花式籃板，夥伴的部分呢是中投、蓋帽還有籃板。那想都不用想，應該到時候是帶籃板的。好了，徽章夥伴的部分結束了，接下來讓我們進練習場來看看他的技能操作吧。好，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第一個，就是他的大招可以跳出去給到對面干擾。有沒有可以給到對面干擾這樣子？甚至他可以像這樣子提早起跳，然後就把對面帽下來哦。這個也算是有一個飛身追帽的作用吧。而且還有一個還不錯的地方是，他如果封蓋不到，他的自身士氣值還會增加750點，所以當做是一個 dash 來用，一點都不虧哦。好，再來下一個是他的擋拆技能哦，就是他的耐心掩護。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掩護完之後，我可以馬上做順下的這個動作，這個也是蠻好用的。那也不一定要是順下，我也可以直接去做外彈，也是 OK 的。就是看你的方向鍵扣哪裡，它就會往哪邊去做 dash。這個就讓它的擋拆的靈活性變得非常高。再來就是各位最關心的，它的所謂的插板的干擾區偏移到底怎麼一回事哦？我們來看一下，我只要在它判定是可以插板的區域出手的話，干擾區就會像各位看到的那樣子去做偏移。我們來看一次，像這樣有沒有？它整個偏移掉了。所以他站在正前方是沒有辦法給到干擾的，那這個機制就適用於他所有的投籃技能的。只要他站在這個綠色的區域裡面呢，他就可以達成這個所謂的插板的條件哦。所以不管是他用這個背轉身投籃，也一樣適用，或者是我在外線接球突破進去，然後再投籃，也一樣適用這個機制哦。哇，這個超級好用的哦！你有看到剛才這個嗎？我往前突破進去，然後直接歪了一個區域，然後它的進攻技能組也挺多的。除了原本的背轉身投籃之外，我也可以去銜接上下步，或者我在銜接上下步的過程當中，也可以銜接傳球，就是一個可以打斷並且分球的夢幻五步啊！然後籃下的這個接球速投，我覺得搭配擋拆順下應該也是相當好用的。然後它的這個投籃技能也是可以去做分球的，甚至還有一個超多餘的動作，我不知道是啥小，就是假圖真投。這個就是如果對面在猜你內縮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像這樣直接騙他。然後還有一個可以假拋真上的這個動作啊，這個就是有點像是2點的意思啊。總之，它的這個低位腳步呢，我覺得也不遜色於大夢哦，也是非常非常多種，而且呢，本身的投籃技能還自帶干擾區偏移，再加上縮圈，所以哇，這個不愧是世一大前鋒啊！我覺得這個強度是完全符合我對這個角色的期望的。那花式的部分呢，有最強中鋒必備的雙籃板花式之外呢，在這個原地大風車的花式呢，跟之前那個往上拋然後自接自灌的那個動作就不太一樣咯，它是直接起跳的原地大風車。哦，這個要超級早跳誒，這個稍微晚一點點就不行了。你看到他動作出來的瞬間，你就要跳了，哪怕你只要是稍微晚一
點點，這樣就冒不到了。所以這個也算是另外一個重扣的感覺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 Tim Duncan 他的所有的技能說明跟動作展示哦。整體來說，我覺得並不算是非常複雜的一個角色。不過呢，我覺得他的機制非常的有趣。目前操作起來的體感下來呢，我觉得不会到過強，而且会是非常好玩的一個角色。當然，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，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伺服器的內容，絕非正式上線的效果，還請各位要特別注意哦。那你有什麼想法或看法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。好了，我是台灣的南，我們下部影片見，各位拜。